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勇哥侃侃侃。在上期節目中，勇哥利用 XUI 實現了賽風 VPN 多 IP 多國家的分流切換。那總有小夥伴說呢，他不喜歡 XUI 這個界面以及設置。那有沒有一鍵腳本可以完成這種分流設置呢？當然有。那今天呢，勇哥就用手頭上的 Symbox 4合1精裝桶腳本，實現賽風 VPN 多國家的分流功能。好，我們廢話不多說，直接開始做。好，首先來到勇哥的 Symbox GitHub 項目，大家可以在右上角點個 Star 啊，表示对这個項目的支持。然後大家可以拉下來，這裡有一個一鍵腳本啊，大家可以點擊複製。來到你的 VPS， 勇哥演示的這台 VPS 是甲骨文雲澳大利亞的一台純 V4 的服務器啊。好，我們現在粘貼腳本，回車。為了方便起見，我還是使用小白模式啊。小白模式就是3回車搞定。我們選擇1，安裝，回車，再回車，再回車。OK， 這樣的話就安裝成功了。那跟之前有一點變化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這裡多了一個4合1聚合訂閱，之前的教程是沒有的啊。那這次我順便加入了這個功能。聚合訂閱就是把上面這4個協議集合在了一起。那 GitLab 訂閱和 TG 通知都會有4合1訂閱的信息。那這裡就不演示了啊，之前的教程都有說過啊，這屬於高級功能。好，現在我們再次進入腳本，輸入 SB。回車，這是一個操作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這裡我特別把它給列出來了啊，就是 WRP Plus SOC 狀態。那這裡的話，我先把4合1的訂閱複製一下，粘貼到 VToolN， 點擊服務器，點擊從剪切板導入，那這樣的話4個協議一次性都導入進去了。那這裡的話就有一個問題，就是這個 TUIC， 因為我們是沒有域名證書的啊，所以跳過證書驗證，必須選擇 TRUE。點擊確定，正連接測試的話，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。好，接下來繼續我們的重點，就是添加 WRP Plus SOC 5的代理模式。它的模式有2種，第一種本地 WRP 模式，選擇14，回車，然後再選擇1，本地 WRP 代理模式。那這裡的話，安装過程其實跟我上期說的 XUI 那期教程是一模一樣的啊。那這裡的端口的話，可以隨意啊，默認4萬跳過。OK， 已經申請成功了，輸入 SB 再次進入。那這裡顯示已啟動啊，本地 WRP 代理模式已經開啟。接下來我們要開始進行分流，我們選擇5， 3通道分流。那這裡相關的說明的話，我這裡簡單的說一下啊，因為之前的教程也詳細的說過了啊。這裡的分流規則主要有2種，一種是完整域名方式，還有一種是 GEOSITE 方式。分流奈飞、迪斯尼以及 ChatGPT 啊都已經寫了啊，包括一個全局且繞過中國的一個书寫方式，這裡我也單獨的把它列出来了。因為很多人可能是用得到的。我們現在主要測試的就是3和4。這裡的話，你可以發現啊，它的 IPv4 是一個可用狀態，而 IPv6 是一個自測狀態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有的時候啊，特別是使用賽風 VPN 模式的時候，它的 IPv6 大概率是沒有的。那我們現在選擇3，使用的方式啊有2種方式，一種是完整域名方式，一种是 GEOSITE 方式啊。那我們现在先添加一個完整域名方式，選擇1。你可以添加多個完整域名啊，每個域名之間要留個空，直接回車表示刪除重置。那我這裡就加一個檢測 IP 的地址吧，回車。第一個已經添加上了，那我們現在看一下，打開 VToolN 啊，那這裡的話我隨便挑一個，比如說 TUIC 啊，設為活動服務器，然後開啟。好，然後我打開網頁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WRP 地址已經分流成功了。那我們接下來再分一個 IPv6，選擇4，繼續使用完整域名 IP.me， 回車。本地 WRP 它肯定是有 IPv6 地址的啊。再開一個網頁，好，我們輸入 IP.me，
OK， 分流也是成功了 ，IPv6 的地址。那这两个 IPv4 和 IPv6 都分流成功了啊。这里我用的是完整域名方式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GUSITE 模式啊。GUSITE 对那些流媒体，包括 ChatGPT， 甚至是全局绕过中國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。那这裡的话，本地的 WLP 我就简单的演示到這兒，選擇0，我們返回。返回之後，大家就可以看到給你加上了一個分流的細則說明，你把哪些域名分流了，這裡都會有顯示。OK 啊，這個是第一種啊，本地 WLP 分流。接下來我們試一下第二種重頭戲啊，賽分 VPN 分流，我們選擇14。我們選擇2，注意1和2你只能選其一，然後輸入端口可以隨便改54321，然後這裡的國家輸入2個大寫字母 RS 啊，是個塞爾維亞啊這個國家啊，然後回車，我看會不會失敗啊？因為有些國家在某些時段啊，它是會申請失敗的啊。OK 啊，如果跳出紅字啊，提示你更換國家，你就可以換一個國家再試試，輸入 SB。這裡的狀態就會顯示為多地區賽分代理模式啊，端口54321，國家塞爾維亞。好，現在我們看一下代理協議還是不變，看一下網頁啊，我們打開網頁，那默認分流的話還是保持不變吧啊，我們看一下它會不會變國家啊。首先第一個 IP 檢測網站我們刷一下啊，會不會變成塞爾維亞啊？刷新。OK 啊，已經出來了啊。這個是塞爾維亞嗎？看它國家是 RIS 啊，應該是沒錯。看一下 IPv6 估計是要掛了。IPv6 沒有的話，顯示的還是 IPv4 啊，那就是沒有 IPv6。我記得 XUI 腳本如果沒有 IPv6，它是顯示該網頁無法顯示的啊。那我們接下來分流一個全局啊，選擇5。比如說我非常喜歡塞爾維亞這個國家，然後我非常討厭 VPS 這個 IP。那我如何設置為全局？我們選擇3啊，然後再選擇2，使用 GUSITE 模式，分流的通道就選擇這一個，全局且繞過中國啊，粘貼回車，我們看一下有什麼變化。OK， 返回。返回之後，現在我們看一下相關的檢測網址，那已分流的這個應該是不會變的。有些 IP 檢測網站啊，它可能還是會顯示這個 VPS 的 IP， 但是大多數網站被全局分流了啊。我們看一下，比如說 IP.SAB， 它就被劃到了塞爾維亞 IP 了啊。那我們畢竟是以應用為重啊，那我們看一下奈飛啊，奈飛就順利檢測到了。奈飛這裡 RS 就是塞爾維亞。那再看一下 YouTube 顯示的也是 RS， 那也是塞爾維亞的。大多數應用網站的話，它都能順利的識別出來。非中國地區的這個全局分流也算是成功的。OK 啊，那演示的話就簡單的說到這兒吧。其實上期 XUI 的那幾個要點也可以應用到我們的 Sandbox 這個腳本上。補充一點啊，如果你分流了全局且繞過中國 ，ChatGPT、迪士尼或者奈飛的話，相當於也包含了啊。那如果你想單獨填也可以啊。ChatGPT 的話，我這裡幾個國家我也測試了啊，至少網頁端的話都沒問題，但是客戶端的話有幾個國家客戶端是可以上的，特別是針對那些香港 VPS 的朋友們啊，因為香港 VPS 是不支持 GPT 的。那如果有這個賽分代理模式的話，你就可以跳躍國家使用 ChatGPT。好，關於 Sandbox 精裝桶4合1腳本啊，如何利用賽分 VPN 進行國家分流或者是 WLP 本地分流的說明就說到這兒吧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